欢迎收听。这次咱们来深入聊聊你那个挺关心的问题，就是学中文呢，到底是该一笔一画的好好练字呢？还是说就拥抱现代科技，主攻这个拼音打字算了？对，我看你给的那些材料里啊，观点还真挺多的，有说手写重要的，也有说打字方便的，还有不少人分享经验是吧？没错没错，这确实是现在很多学中文的人都会碰到的一个挺核心的纠结。毕竟咱们现在你看，随时随地都在打字，对吧？键盘、屏幕，这都成了主要的工具了。可不是嘛。但反过来呢，这个手写汉字几千年的东西了，它的那种特别的价值也老被提起，尤其在你分享的一些研究里头。对。所以今天咱们就好好来分析分析这些不同的说法。好嘞，那咱们就先从手写开始。为啥好多人都觉得，或者有些研究也说，手写对学汉字特别有用？我记得你笔记里有提到，说手写的时候啊，得记笔顺，还得注意那个部首、结构什么的。对，这好像不光是为了写对字，是吧？好像对理解、对记住这个字本身作用更大。是这样。这让我想起你材料里那个比喻，挺有意思，说像自己装家具跟只看说明书，自己动手那个过程印象就特别深。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哪个字特别难写，不动手写几遍，可能真记不住。这个比喻特别好。从那个就是认知加工的角度来看呢，手写这个动作它本身就很不一般。它不光是用眼睛看，它需要你的大脑去控制手，对吧？去做那个空间结构上的一些指令。里边那个研究就提到，就是主动去写汉字的时候，大脑里那个运动皮层啊，还有前额叶，还有管记忆的海马体，活跃度明显就高很多，比光认字或者打字选词要高。对，高很多。这种就是说多个通道一起参与，而且是你主动去做的，留下的那个记忆痕迹啊，确实就更深更牢。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材料里有人说，像那个自己的己、已经的已，还有40的4，这几个是容易混，看着都认识，但放一起就晕了，非得自己亲手写几遍，体会那个细微的差别，才算真搞明白。是的，这就直接关系到你对汉字那个精细结构的把握，关注笔顺，也不光是为了写得好看或者对。它里头其实包含了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那个逻辑。比如你知道这个言字旁一般跟说话有关，对，3点水呢一般跟水有关，这个在你写的时候印象会更深。你材料里也反复强调嘛，这对区分那些长得像的字，还有理解汉字本身的规律帮助很大。这也正好就解释了材料里老提到的那个痛点，就是很多人会认但不会写啊，提笔忘字。对，提笔忘字这个手写练习可以说就是解读解分离最直接的一个办法了。不过咱们也得面对现实，不是？就像你分享的那个讨论区里，好多人都说现在干什么不是打字啊，写邮件、聊天、写个报告什么的，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拼音打字。确实是，速度快，效率高，这个太明显了。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我平时比如说95%的时间都是在用键盘，那我真的还有必要花那么多功夫去练那个可能生活中用不太到的手写吗？这个地方就有点绕了，怎么平衡呢？对，这正好就点到了那个实用性和深度掌握之间的一个核心矛盾。拼音输入法它方便，效率高，这个在现代社会优势太大了，没法否认。是，对很多学的人来说，特别是那些目标就是赶紧能用中文交流的人，对，能沟通就行，能流利的打字聊天完成工作，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呢，好像你熟练用拼音，在很多情况下就够用了。是啊，这想法太能理解了。我记得你材料里有个人就现身说法，感叹说，我年轻时候也是一笔一画练出来的，但现在都用拼音打字，几年下来，真拿起笔想写个稍微复杂点的字，脑子就空了，完全不记得。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普遍？你也觉得吧？手机上打字刷刷刷的，思路也快。对，
真要写个贺卡或者填个什么表，就得一边想一边写，有时候还得掏手机查。没错，这种提笔忘字的尴尬，好像成了咱们现代人的一个通病了。是，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它其实也说明了我们大脑处理语言的时候机制不太一样。打字的时候啊，我们更多是靠认，就是看到拼音，然后在一堆候选字里认出来。选那个对的。对，这个过程相对来说，脑子花的力气要小一些。但是手写呢？手写的自己想起来。对了，它需要你从记忆里把整个字的形状，包括每一笔在哪儿、顺序怎么样，完完整整的提取出来。这是一个更主动也更费脑子的过程。所以时间长间光打字，大脑里负责写字、提取字形的那部分神经连接，确实可能用得响了就不那么灵了。所以这就又绕回来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我能认字，能看懂，也能打字跟人交流，但是好多字我写不出来，这到底算不算真正掌握了中文，掌握了汉字呢？你怎么看这个？特别是你给的一个调查里说，好像超过60%的学习者首要目标就是流利沟通。对写字这个要求排的还挺靠后的。这个嘛，最终还是看你怎么定义掌握，还有你学中文的目的是什么了。如果你的目的特别明确，就是为了高效的用数字方式沟通，还有看懂东西，那精通拼音输入法可能很大程度上就够了。但咱们得再往深想一层，这种够用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丢掉了一些东西？比如语言它不光是个工具，对吧？它也是思考的方式，是文化的反应。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认这个层面，会不会就限制了我们对汉字更深层意思的理解，或者说用语言做更精细表达的那种能力？有道理。比如理解那个字形变化带来的一点点意思上的差别，或者体会不同写法的那种感觉，打字可能就体会不到了。这确实得考虑。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能兼顾一下呢？在你给的材料里，我看到有些专家啊，还有学的比较久的人提了一些建议，好像挺有启发的。对，是不是非得2选1？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分阶段？刚开始学的时候多写写，把字形基础打好点儿。等到后面认识的字儿多了，中高级了，就可以把重点更多的转到打字练习上，提高实际用的效率啊。对，这个思路非常好。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死选择，可能更有效也更现实。你说的这个分阶段侧重是个很聪明的策略。刚开始学手写，对于建立那个扎实的字形感觉，理解汉字最基本的那些块块，比如部首啊、部件啊，特别重要。这就像盖楼打地基，对，地基要牢。等你的字认识的多了，要处理的信息也复杂了，对交流速度要求也高了，那这时候高效的打字能力就变得非常必要了。那具体能怎么结合呢？比如说，我这周学了10个新字，我怎么能既练了手写，又练了打字呢？有没有什么实际点的建议，可以参考你材料里那些学得好的人的经验？当然可以，关键就是要有意识的去安排你的学习过程，别跟着感觉走。比如啊，你可以试试每周新学的那些字，你就坚持用笔在纸上写几遍，特别去感觉它的结构、它的笔顺，甚至可以像你材料里说的，用不同颜色的笔把部首标出来。这个方法好。写完之后呢，马上就在手机或者电脑上专门练习用拼音把这几个字还有带它们的词儿打出来。这样既写了也打了。对，这样的话，你既通过手写加深了主动去想去记的过程，又通过打字熟悉了它在实际打字环境里是怎么用的，长什么样。还可以试试稍微难一点的，比如手写一小段日记或者笔记什么的，然后再用电脑打一遍，正好还能自己检查一下。这个方法听起来相当不错啊，等于是把手写当成一种深度处理、理解内化的工具。对，然后打字呢，就是快速输出和实际应用的工具，两个各管一摊儿。就是这个思路。而且你刚才说那个用不同颜色标部首，好像在你分享的一个教学网站上也有推荐，说对视觉型学习的人特别管用。没错，
而且这种结合的比例啊，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定。比如说，如果你将来的目标主要是在中文环境里工作，那你可能就得多花时间练打字速度和准确度。但如果你像材料里提到的那位朋友，对中国的书法或者篆刻啊，或者古代文学特别感兴趣，那多花点时间在手写上，去体会那个笔尖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和收获了。有道理。关键是要主动去规划，而不是被动地就选那个当下最省事的路。除了这个学习效率和实用性，我看你给的材料里啊，还有一个方面被反复提到，我感觉特别触动人。哪个方面？就是手写汉字的那个文化和情感的价值啊。对，这一点可能咱们现在追求效率，很容易就给忽略了。但仔细想想，一笔一画的写一个方块字，那种感觉，那种专注，那种仪式感，跟敲键盘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确实，它好像能连上一种更深、更久远的文化的感觉。你说的非常对。手写汉字这个行为本身呢，就跟中国几千年的那个书法艺术传统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每一个汉字，你看它从甲骨文、金文到后来的篆、隶、楷、行、草，它那个形状的变化本身就是一部小小的文化史。是这样。书法在中国文化里，它不光是写字记录，它更是一种艺术，一种个人修养的体现。你分享的资料里有篇讲书法欣赏的文章，就说，我记得那篇说那个用笔的轻重快慢呐，字结构的松紧开合啊，都能看出写字人的心情和想法。是的，那篇文章我印象挺深。他说，就算咱们普通人写字到不了书法家那个水平，但就是认真去写，去体会那个笔画之间的关系，结构的平衡感，也能得到一种特别的审美上的快乐和心理的平静。没错，就像你材料里有人形容的，感觉像跟古人隔着时空在对话一样。这个形容太好了。对学习的人来说呢，就算现在打字是主流了，但坚持一定量的手写练习，它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把字写对本身。它可以带来更深的一种，就是文化上的融入感。你认真去写一个字，比如道或者德，你可能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想它背后的意思，去感受它承载的那种文化分量。这种感觉打字确实很难有。对，这种体验是快速打字很难给你的。它能让学语言这个过程变得更立体、更丰富，也更有温度。这最终就关系到我们怎么看待学习了。是光掌握一个技能呢，还是把它看成一次跟一种不同的文化深度交流，丰富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过程。好了，那今天咱们围绕这个手写汉字和拼音打字的话题呀，结合你给的这些材料，聊得还挺全面的。咱们看到了手写在加深记忆、理解结构方面确实有它的特别之处，尤其是有那些认知科学的证据支撑。对。但也得承认，拼音打字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方便实用，确实满足了很多人最核心的沟通需求。没错。所以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好像就是得看你自己的目标和学习阶段，对吧？有策略的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让他们各自发挥长处。同时呢，也别忘了手写背后那个文化和情感的价值。是的。所以到底哪个方法最好，或者怎么搭配最适合你，很大程度上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你想通过学中文达到什么目的？你希望跟这门语言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听完咱们今天的讨论，你觉得哪一点对你的启发最大呢？最后呢，我想再留给你一个可以再往深处想一想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越来越习惯数字输入带来的那种及时的方便快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牺牲掉了一些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亲自动手才能得到的体验？过度依赖认知，而忽略了提取和构建，也就是手写强调的那些东西，会不会让我们跟语言文字本身那种更细腻、更需要去体会的连接，慢慢的变得有点远了？希望咱们今天的探讨，不光是比较了两种方法，更让你对怎么学和为什么学有更深的一些思考，帮助你找到那条既有效率又能滋养你跟中文深厚关系的属于你自己的路。